俄军春季攻势开始，决战时刻到了，但决胜的关键不在战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贤少。该来的总会来。北约秘书长确认，万众瞩目的俄罗斯大规模攻势已经全面展开。斯图尔滕贝格表示，俄罗斯军队越来越接近攻占巴赫穆特，并在库皮扬斯克和莱曼方向、哈尔科夫州的部分地区、苏梅州的几个定居点、扎波罗热等地都展开了攻势。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俄军取得较大战果的区域，主要还是以瓦格纳雇佣兵为主，发起攻势的巴赫穆特。斯图尔滕贝格声称，普京现在所做的就是派遣成千上万的军队，接受非常高的伤亡率，承受巨大的损失，对乌克兰施加压力。由于俄罗斯军队在质量上存在着不足，因此试图用数量来弥补。俄军在指挥能力、后勤、装备、训练都达不到乌军的水平，但是有更多的兵员和装备，愿意承受更大的伤亡。北约秘书长的话肯定有所偏颇，贬低俄军战斗力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但并不能因此而证明乌军有多大优势。其实，俄罗斯现在发起春季攻势，主要是基于几点：第一，当前距离进入土地泥泞期已没有多长时间了，俄军积蓄的攻击力量必须加紧投入，以力争短期内取得预期效果。二是乌克兰军队正在接收西方主战坦克等进攻性武器，但要熟练掌握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乌军希望决战的时间能够拖后，而俄军则试图利用空窗期发起进攻。三是俄罗斯国内经济正在遭受严重困难，想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将乌克兰打上谈判桌。从这几天的战况看，当前的俄乌战局很难被一波攻势所逆转。俄军的优势是兵员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充足，乌军的优势则是防御工事坚固，并拥有西方支持下的信息优势，所以俄军的进攻很难有突然性，空地协同和机动穿插等灵活的战术也难以施展。因此，瓦格纳雇佣兵在巴赫穆特所采取的一天推进几十米的稳扎稳打的策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俄罗斯军队展开春季攻势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从北约秘书长的表态来看，双方真正的较量并不在战场上，而是取决于后勤保障和军工企业的产能。俄军的新攻势让北约明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迫在眉睫，但有意愿是一回事，有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北约军援乌克兰的最大困境就是没有足够多的大口径弹药。乌克兰战争正在耗尽北约国家的库存，乌军的弹药消耗率比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高出好多倍，补充大口径弹药的等待时间从过去的12个月增加到现在的28个月。也就是说，现在下订单，要到2年以后才能交付。北约的困境对于俄军而言，可能就是一个战略契机。当然，俄罗斯军工产业是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不好说了。在北约国家内部，法国和美国刚刚下了大批炮弹的订单，并且计划提升产能。巴基斯坦首次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数量是1万发火箭炮弹。未来西方国家可能还会从非北约国家采购炮弹，从而在炮弹库存和产能方面对俄军形成优势。所以，虽然俄军已经对乌克兰发起了春季攻势，但是决定战场结果的可能不是短时间内谁能获得主动权，谁拥有人力优势、火炮优势和制空权优势，反而要看俄罗斯军工企业与西方国家在军工产能方面的较量。如果北约大口径炮弹的生产速度跟不上，乌克兰军队的噩耗迟早会到来。未来我们更需要关注美国和北约在世界范围内的军火采购努力。除了巴基斯坦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外，日本和韩国会不会成为乌军的武器提供国，也值得关注。对俄乌双方而言，这场战争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炮战，炮弹产能似乎成为了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能谁都难以获得绝对的优势。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